你别怕，我拿水晶来救你了。喂。这是哥，你看我对你多好呀，全部都是以意面值的。等会儿我就烧给你啊。这个绑架是你指使的，为什么？想当初，为了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你，我辍学去打工，为了让你有更好的生活。我拼死拼活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No， 还不止这些哦，你的癌症也是我弄的。要不是当年你嫌弃王昭，非要把他弄出国，我们俩又怎么会分开？还要怎么会和别人结婚？既然你这么容不下他，那我就只好弄死你！你们一定会不得好死！哥，你就在这好好等死吧。我和王昭肯定会拿着你的钱，好好享受的。林薇薇，你这个白眼狼，如果重来一次，我一定要让你自食恶果。喂，林总，林总，酒店到了。我这是重生了。林总，酒店到了。看来我重生到了林薇薇接王昭父女回国的这一天。上一世你害我死于非命，这一世我要让你也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喂，林总，你发什么愣啊？还不赶紧去接薇薇他们，再给我那个儿子，也就是你未来的妹夫，包个大红包啊！两个跟我无关紧要的人，我凭什么去接他？开车走！你说什么？我说走。上！呀，林总，你高高在上个什么劲儿啊？啊，我儿子配你妹妹那是绰绰有余，马上咱们都要成为一家人，你少在我面前摆这些雇主的臭架子行不行？你现在反对还有什么用？非要让菲菲生气，你到时候再去哄她，还来得及吗？哎，儿子，你总算回来了啊！等你跟薇薇结了婚呀，咱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走。哥，王昭他第一天回国，你来这么迟什么意思啊？不就是因为我没去你给我安排的相亲吗？你至于这么小气，跟我男朋友甩脸的？林毅哥，我和薇薇是真心相爱的，我认为只要是开明的家长都会祝福。当年你嫌贫爱富，拆散我跟薇薇，还把我逼出国，我不怪你，我只希望你现在能知错就改，不要再拿薇薇当联姻工具，让我给薇薇真正的幸福。薇薇，毕竟商人都是重利轻感情，你哥拿你的幸福去联姻是正常的，你可千万不要太生气啊。
哥，你看看人家王昭多体贴多善良啊！你给他摆臭脸，他还帮你说好话。你再看看你，满脑子都是生意，连我的婚事你都要拿出去换钱。你这个样子根本就不配当我哥。前一世我拿几个亿出去帮你选好老公，只想你幸福，结果你却为了王昭这个品行不端的骗子害死我。这一世我要让你自取灭亡。你想多了，你要上赶着给人当后妈，你就去当，别后悔就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王昭和卢米都已经站累了，还有王叔开了一个小车车都很辛苦了。你赶紧的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车上去，再给我们去开车。他们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就是我的司机，难不成让我这个老板开车搬行李？滚开你个土包子！滚开你个土包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你个穷三鬼，叫什么号？薇薇阿姨可是说了，你就是个初中没毕业的臭文盲。我和我爸爸可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上人，你个土包子，居然敢嫌弃他，还穿这么破的臭衣服来接我们，简直是拉低了我和我爸的档次。陆敏，知道你是看爸爸受欺负了，但你怎么能打人呢？快，跟人家道歉。我才不呢！哎呀，不愧是我的乖孙女啊！从国外回来的小孩就是敢说真话。陆敏，你林叔叔只是个初中没毕业的暴发户，没知识没见识，你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你看你林叔叔都30多岁了，还无儿无女，指不定身体有什么毛病了，多可怜啊，是不是？你们倒是不可怜，倒是挺可笑的。够了，哥！王昭他可是从美国回来的，麻省理工的博士，华尔街赫赫有名的投资顾问。像他这种身份啊，能让卢米给你道歉就已经不错了。可是你呢，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我看啊，你才应该给昭哥哥道歉。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她们父女俩，一个弄脏我的衣服，一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还想让我给他们道歉？薇薇，都是我们父女不好，让你哥哥讨厌了。我看我们还是自己走。昭哥哥，哥，我和王昭好不容易重新在一起，你别想作妖拆散我们。你看看你这不讲理的样子，我让你道歉是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是你呢，一脸尖酸刻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当我哥。昭哥哥，你别介意，我哥啊，他就是小心眼。你刚才不是说要去买礼服吗？我给你买，就当是给你赔罪了。而且你刚回国，肯定还有很多大生意要谈，穿随随便便的衣服那可不行。我看这会天还早，要不我们先去爱马仕给你订一套西装，然后啊再去 LV 给露米买几套裙子。可是我在国外只穿意大利顶级设计师私人定制的服装，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毕竟还要参加你的生日宴。行吧，咱们就买几件成品凑合着穿。不过你说这几个品牌在国外普普通通，在国内的价格好像不便宜吧？买，花这点钱算什么呀？只要你和卢米高兴就好，全部都买。反正啊，也是我哥哥那个暴发户掏钱。可是我看你哥哥好像不太高兴啊，他能心甘情愿的给我们掏钱吗？让他给我花点钱怎么了？哪怕我要他的公司，他都得心甘情愿的给我。毕竟啊，像我哥哥这种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以后啊还指望我这个优秀的妹妹给他打理公司呢。哥，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爱马仕的经理打电话，让他们提前把衣服准备好。哦，对了，我们昭哥哥呢，身高1.8米，体重130斤，可是标准的男模身材。你可别选错尺码了，你要是这都搞不定啊，别指望我以后给你好脸色。好好，我帮你们联系，让他们好好招待你们一下。前世我无私付出，却被你们设计害死，今天
我也让你们出出气。你看吧，只要我一生气，立马就会妥协。这样吧，那我们先去买衣服，买完衣服之后，我再带你去参加我的生日宴。毕竟那个生日宴啊，我哥哥那个舔狗辛辛苦苦准备了2个月，我参加一下就当可怜他喽。走吧。走，我们走。哎，林总，待会儿你自己打车回去吧。毕竟你今天做的这么过分，微微肯定不希望和你坐同一辆车。刚好你在路上呢，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态度。我儿子和微微可都是高知人才，你不知道巴结也就算了，竟然还甩脸色，真是不知好歹。何助理，帮我把林薇薇的生日宴取消，再把我给林薇薇的卡全部冻结掉。宝贝，去给爸爸选几套衣服。看我的吧。林总，您是来取衣服的吗？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办事还算利索，我就暂且原谅你今天对我的态度了。对了，他订的什么衣服呀？林总定制的是一套10万块的西装。什么了？这么便宜衣服也好意思给我爸爸穿，真抠门！你给我站住！你这么大一个人了，跟一个小孩子吵什么吵啊？人家卢米受的是西方教育，有心说什么，不像国内的小孩那么做作。再说了，人家有说错吗？10万块钱磕碜谁呢？我们昭哥哥可是海归博士，至少要穿几十上百万的衣服才配得上他，你知不知道？微微，虽然我平常穿的都是定制的服装，但是偶尔穿次便宜的，就当体验生活。上百万，不配。哎，我说你这人还真是鼠目寸光。昭哥哥可是华尔街点石成金的投资天才，你现在花个几百万，等未来我们结婚继承公司之后，随随便便就能赚个几百亿，你今天花这点钱算个屁啊！昭哥哥，你放心吧，你是我请回国的贵宾，我绝对不会降低你生活品质的。你去把你们店里最贵的衣服给我拿出来。小姐，您确定？我哥他有的是钱，赶紧去，要不然我让你们店长开除你。是，您稍等，我请总经理审核一下，马上送过来。林小姐，你好，这件衣服啊是今年的秀场款，使用12微米的顶级羊绒，搭配白金袖口，全球啊限量3件，价值600万。怎么样，昭哥哥，这身衣服还合你心意吗？那个这么高档的服装你应该没穿过吧？很舒服的，要不让微微给你也选一套，毕竟你穿这身实在是太……昭哥哥，你别管他，他就一个暴发户，就那点品味，穿惯了国产的烂牌子，像这种高端的衣服啊，根本不懂，别管他。目光短浅的东西，国内的奢侈服装，你们有钱也买不到。啊，不用不用，你们自己挑选就好。我去那边坐一坐。看到没？不用管他的。怎么样，昭哥哥，衣服喜欢吗？你要喜欢的话，我就给你买喽。虽然啊比意大利定制款差了些，但毕竟是微微给我选的，我可以收下。但是这价值600多万的衣服，说送我就送我，你哥会不会生气呀？哼，能让他为我花钱，那是他的荣幸。要不是有我这个优秀又高学历的妹妹给他撑场面，他一个初中毕业的文盲出去谈生意，早就被人笑话死了。他
还有脸生气？再说了，以昭哥哥你的身份，就该穿几百万的衣服才配得上你啊！哥，你觉得呢？你们满意就好。啊，好吧，看在是微微的心意上，我就收下了。正好给林总一个巴结我们的机会。陆敏，准备一下，我们去隔壁 LV 给你选套公主裙。陆敏，干什么呢你？陆敏，有没有受伤啊？你有没有素质啊？吼一个小孩子干什么？如果你们店里的服务到位，又怎会让他一个小孩子独自一人待那么长的时间？要不是实在无聊，他又怎么会在那上面画画呀？还有，你们店里的装饰品怎么摆放的？如果摆放的高一点，他一个小孩子又怎么碰得到啊？我告诉你，我们卢米可是从国外回来的，国外的小孩呢就是这样敢做敢想、天马行空的，不像国内的小孩呀，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画你个画怎么啦？再说了，我们卢米可是学美术的，将来可是会成为像毕加索一样的大画家，到时候你再求着他画，他也不画了。陆敏啊，这里不是国外，一群中式教育出来的人，怎么会懂即兴创作？他们更看不惯你这种艺术天才，以后要克制点啊！好，艺术天才是吧？今天你们必须赔偿。不就是赔偿吗？你说吧，那些东西多少钱？我全买了，拿回家收藏起来，就当见证我们卢米的成长喽。哎呀，好，林小姐，刚才啊是我的态度着急了一点，我向你们道歉。对不起啊。微微，这加起来几千万呢，你哥哥会不会介意啊？昭哥哥，你说什么呢？你要说这话的话，可就见外喽。哥，我要为昭哥哥买下这些东西，你没意见吧？你喜欢就好，我没意见。你这个觉悟还算可以。这样吧，你之前呢，你送我那辆几百万的破跑车，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给你个讨好我的机会。谢谢我的好妹妹，车已经卖了，用不着了。不是，我给你机会，你非但不要，你还给我端起来了是吧？之前我让你参加家长会，你都欣喜若狂的，像个哈巴狗一样的围着我转，求着我喊你哥哥，像舔狗一样的，不是你吗？微微，你就是太善良了。我要有这么无理的文盲哥哥，我早就不认他了。哎，宝贝，这种没本事、没能力的窝囊废，只会拖累家人，咱们可干不出这种，对吧？哎，有我这个妹妹，真是他林里的荣幸。要不是我呀，我们林家的老脸早就被他丢尽。有点累。尽管叫吧，等会儿我看你们怎么自掘坟墓。林小姐，我再给你们确认一下，这幅画还有这些饰品，加上这位先生的高定衣服，总共是2600万。你确定都要吗？如果你反悔啊，也没有问题，毕竟这些修复一下只需要200万。但是如果你全部都要，那我们签了合同以后，您就必须要付钱了。不是，我说你是聋了还是脑子有问题啊？我说的很清楚了，全都要，懂吗 ？OK？微微，你对我实在太好了。等我硅谷的期权到账了，我给你买1000万的高点，我让你好好享受享受。昭哥哥，你在胡说些什么呢？你的钱留着可还有用呢。哎，不如这样吧，如果以后你想送个礼物，就让我哥来出钱。反正啊，我是他唯一的妹妹，他的钱全部都是我的。这样子的话，让他出了钱，还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呢。你用心，他出钱，那不是刚好完美吗？是吗？那这样，咱们再给林总一个巴结微微的机会。哎，这包看着不错呀，
高贵中带着些优雅，适合你。那我就把它送给你吧。周哥哥，你对我也太好了吧！这个包好好看，那我收下了。这包300万。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呢？我周哥哥送我包关你屁事啊！不就300万吗？你当我们买不起啊？啊，不是，你愣着干什么？去拿合同。您稍等一下啊，稍等。林小姐，您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啊，就签字吧，一共是2600万。唉，只不过区2600万，也就你们这些一个月赚几千块的穷逼才会惊讶。我们昭哥哥可是麻省理工的博士，你让他搞快一点儿。晚上我们还有很多大佬就要参加呢，没工夫在这跟你们瞎耗。林小姐，这个是收据，请您刷卡。哥，你在那装什么死人呢？还不赶紧滚过来付钱！一点都不懂得察言观色，就你这样的还做生意？付钱？我付什么钱？你在这给我装傻是吧？这100万的高定穿在王庄身上，这1000万的画和包是你要买回家收藏。我不过在这吹会儿空调，坐在这休息一会儿，跟我有什么关系？经理，这吹会儿空调，坐着休息一会儿，不收费吧？哎呦，林总，您说什么呢啊？您可是我们的大客户，随便吹，随便坐啊！好啊，林毅，我算是明白了，你就是在这跟我置气呢，是吧？好，如果你以后还想让我继续为你打理公司，你就赶紧把钱给我付了，要不然的话，你辛辛苦苦给我布置的生日会，信息我也不去了。这女的不会是个智障吧？上赶着给人当后妈倒贴也就算了，这不是亲哥给阮饭男买衣服。我看这阮饭男也是不对，他还没一品呢，就拿着未来大结婚的钱买礼物送人，没钱装什么逼呀，穷鬼！看着你的这么大方，还以为他自己很能赚钱呢，花亲哥的钱还这么嚣张，有本事花你男朋友的钱啊！喂，怎么办呀？2600多万，这合同都签了，总不能拿不出钱吧？昭哥哥，你就放心吧，我哥啊，这只不过是参赛我们的小把戏吧，在给我下马威呢。哥，今天我就把话撂这，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对我和昭哥哥根本没用。你要是还想继续当我哥哥呢，就赶紧把钱付了，要不然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哥哥了。那个，我知道你继父优秀，我抢走了你亲妹妹，我耽误了你给她安排的相亲。可你也不能迁怒于微微啊！你这样心胸狭隘，你只会让微微更瞧不起。我一个千亿集团的老总，用他一个草包瞧得上？你们也太自恋了！你今天真的太让我生气了，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给你任何一个好脸色了。你不付钱是吧？行，我来付，我付总行了吧？拿去，随便刷。付款失败。这张卡被冻结了，刷不了。林毅，亏我叫你一声哥，你居然冻结我的银行卡！我的好妹妹，我哪有资格冻结你的银行卡呀？有点常识都知道，银行卡只能本人冻结。莫非你不会还得花我的钱吧？林毅，你这一次真的太过分了！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去你给我安排的相亲吗？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报复了我1天还不够？啊，我知道了，你不过就是想让我求你罢了，我偏不。我刷我自己的银行卡。付款失败。这张卡已经失效了，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支付方式？你刚刚已经签过合同了，
如果拿不出来钱，那我们就报警了。你们对我卡做什么呀？它怎么失效了？我不过是让何助理注销了一些我日常不用的卡而已。不会吧？你不会还在花我的钱吧？哈哈哈哈！我服了，大家快来啊！这里有个穷逼在装千金大小姐，打肿脸充胖子，给软饭男买衣服买包，结果偷偷刷哥的卡，自己1分钱也拿不出来。谁说不是呢？花着哥哥的钱还这么嚣张，真是吃饱了饭骂娘，分不清大小王。呸，下贱！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这狗叫什么呢？林毅他是我哥，他给我花点钱，怎么了？他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小混混，出去啊都丢死人了。他们啊都是看在有个高学历的妹妹的份上才跟他合作的。微微，都是我，是我生的太优秀，我让你爱上我，我又破坏了你哥用来控制你的联姻，想必他现在已经恼羞成怒了。这样，我暂且放下我金融博士的身份，我亲自给他道歉赔罪。不行，赵哥哥，你这么优秀，你怎么能为了我向他这种人道歉呢？他今天只不过是想逼我服软罢了，我偏不。你看我怎么破他的局。王叔，帮我回家取个东西来。微微，东西拿来了。这可是唐代顶级画师吴道子的传世之作，起拍价5000万，够不够顶你的2600万啦？我靠，那场拍卖会我就在现场，我能证明这是真迹。听说被一个神秘富豪拍走了，连吴道子的画都能随便被拿出来抵债，看来这女的是真有点实力。看来刚刚是我们误会她了，说不定人家就是一个隐藏的富婆呢。王建民，这幅画是我前不久刚让何助理拍下的，挂在我的书房好好的，怎么就成了他林微微的了？哎呀，林总，你耍帅总得有个度吧？微微可是你的亲妹妹啊，你的不就是她的吗？分那么清干什么呀？你这样，微微会很伤心的。她跟你断绝关系怎么办？你看看你，现在都30好几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没有。这将来呀，你的公司谁帮你打理？你如果生病了，谁帮你签字啊？咱再说远一点，你要是死了，谁给你买坟墓啊？这一切不还都得仰仗着微微吗？别太作了啊！你呀，今天停了微微的卡，设这么一个局，不就是想让微微听你的话吗？你这样做，反倒是让微微啊更加的讨厌你。哎，不如这样，今天咱们就拿这幅画来买单，就当是你将功赎罪。万一微微心软了，还能忍让着让你继续当他的大哥啊？你不过是我林家的一个司机，哪来的胆子敢叫我这个雇主做事啊？我确实是你林家的司机，但我更是你的亲家。我儿子和微微结婚以后，你的一半的财产可都是我儿子的，那也是我们王家的。我拿一幅画怎么了啊？真是恬不知耻！趁我还能好好说话，马上把画挂回我的书房，否则后果自负。后果自负？怎么？你吓唬我啊？那个，你要是不想拿画抵债，那你就把单买了，再给微微和我爸道个歉。我可以帮你劝劝微微，原谅你今天的过错。你们一个好赖不分的白眼狼，一个人模狗样的软饭男，再加上一个厚颜无耻的司机，敢要挟我，你们哪来的胆子？我告诉你们，今天这单你们谁爱买谁买，我还要报警。你这孩子怎么死我辛辛苦苦拍来的画？我就死怎么了？你这种粗俗没素质的下等人，我爸说了，等你死了，你所有的财产都归我爸爸和薇薇阿姨，以后还不都是我的？你花着我的钱，还这么抠抠搜搜，你活该！你干什么呀？他只不过是个小孩，你跟他计较什么？要不是你磨磨唧唧的不付钱，陆伟能撕了你的画吗？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挑起的。哎呀，林毅哥，陆米他还是个孩子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他，我替陆米给你道个歉。我们昭哥哥都已经向你道歉了，你还不赶紧答应下来？你还想怎样？哎呀，我的好儿子，
你根本就不用给他道歉。这幅画是我从他书房里面拿出来的，陆米呢是从我手里边抢过去撕坏的，跟你们没关系。哎，你不是要追责吗？追我的责就行了。我倒要看看你哪儿来的胆子，敢把微微未来的公公给送到大牢里去。好啊，你这么想坐牢，那我就成全你。请问是谁报的警？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我要告发我的司机王建民，他偷窃我价值5000万的画，我希望你们能依法处理他。别，都是误会，你放开我呀！你们放开王叔，他根本就不是小偷，这一切都是误会。哥，你别欺人太甚了。你看猜不上我和王昭，就陷害王叔来逼我服软，你也太阴险了吧！赶紧把王叔给我放了，要不然你辛辛苦苦为我准备的生日宴，我就不去了。林哥，你这又是何必呢？难道你真想看到微微嫁给有钱的老男人吗？他可是你唯一的亲人，你这么做，你良心不会痛吗？这样，我以海龟博士的身份给你一个建议，画的事儿就不要再说了，把这单买了，放了我爸，再给微微道个歉，我可以劝劝他，让他原谅你。你给我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在这儿说三道四。林微微愿意跳进你的火坑，我管不着。但是王建明偷窃我价值5000万的名画，还为你女儿撕毁了它。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要么赔偿，要么牢底坐穿。警察同志，这个是我拍下这幅画的凭证，它能证明我是这幅画的主人。刚才王建民亲口承认，他从我的书房拿了这幅画，还有他的孙女撕毁了它。在场的众人都可以证明。我证明这老头拿着画进来的，然后这小孩撕烂的。对，我们都可以作证，真的是好久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了。好啊，一个司机偷了雇主的画，还这么理直气壮，简直是恬不知耻。现在你要么赔偿林先生的损失，求他和解，要么跟我回警局交代情况。林爷，我可是微微未来的公公，你要是把我送进去了，我就让微微不认你这个大哥。你今天设这个局，不就是想让微微以后多关心你一下吗？你这，你让他们把我放了，我帮你求求情，好不好？看来你不仅无耻，你还听不懂人话。我说最后一遍，今天你要么赔偿，要么就去监狱里等死。哥，你无理取闹够了没啊？你一个身家千亿的总裁，至于为了5000万这样羞辱王叔吗？我可是你唯一的妹妹，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现在命令你把我的钱拿出来，把王叔给放了。你的钱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来规划我的财产。你不是关心王建民吗？那你就自己掏钱赔偿。以前每个月我都会给你500万的生活费，为了你未来的公公，拿出这区区5000万来，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你明明知道我的钱都拿去投资给昭哥哥了啊！我知道了，你是害怕我嫁人了，你就变成孤寡老人了是吧？所以你想以此要挟我，多对你关心一点。但是你用错了方法。你可真是看得起自己啊！白眼狼的关心谁稀罕？少废话，赶紧拿钱，要不然就让这老东西牢底坐穿。哎，微微，你哥真的怕了，要不你先哄哄他，先帮叔叔度过这一关。叔叔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这牢里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啊。昭昭肯定也不舍得看着我在牢里受苦啊，是不是？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为了挽留我，居然做得如此不择手段。行，我答应你，即便我以后嫁人了，我也会多关心你一点的，不至于让你成为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还有你辛辛苦苦办的生日宴，我也会赏脸参加的。行了吧？现在可以放人了没？林哥，微微那么骄傲的人，他都服软了，你就不要再作了啊！再作，你们兄妹的情分就没了。真是就这么好的妹妹，你后悔都来不及。白眼狼的兄妹情，狗都不稀罕。你再给我说一遍，你信不信我真和你断了兄妹关系？是吗？那我求之不得。你看看断亲协议，你要是真的说到做到的话，就赶紧签了。你这种白眼狼妹妹，多1分钟我都不想要。签啊，不是吵着要断亲吗？赶紧签！签啊！抱着这么好的哥哥不珍惜，有的是人抢着当妹妹。哥哥，看看我。
1分钱都不想给我，就想把我赶出家门。好啊，没想到你会让我服软，如此不择手段。你真当我是吓大的？我警告你，现在立马拿出3000万，然后把王叔给放了，再给我们所有人道歉。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当做这个协议不作数。你要是不这么做，我就真在这个协议上签字，你就永远失去我这个优秀的妹妹了，让你孤独终老，老无所依，死了也没人替你收拾。怎么样？听到我真的不认你，害怕了吧？演不下去了吧？你要是害怕的话，就赶紧的买单、放人、道歉，不然我真签字了，你信不信？林毅哥，微微都已经说要关心你了，你就不要再做这种杀鸡吓猴的小把戏了。再这么做下去，只会更让人反感。够了，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只管盗窃的事儿。林先生，您想私下解决，还是走法律程序？警察同志，我想明白了。赵哥哥，你看吧，他舍不得失去我这个优秀的妹妹，怕我生气呢，肯定会选择私了的。警察同志，还不快放了他！听到没有？我们都要私了了，还抓着我干什么？放开我，要不然我投诉你们！哎呀哎呀哎呀！谁说要私了的？警察同志，我要求公事公办，直接走法律程序，把王建民抓走。王建民盗窃价值5000万的古董名画，我们现在正式对你发起逮捕令，带走。你快救救我！快求求你哥，我不想坐牢啊！哎呀哎呀！爸，抓得好，就应该这样。就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小偷还这么猖狂！你们这群狗东西，快放了他！林小姐，这衣服你男朋友也穿了，画也被你们给弄毁了，合同也签了，这钱什么时候给我？我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今天你拿不出来钱来，我们就使用一些非常手段。你这狗东西是一点眼色都没有，没看到我正在救人吗？敢坏我的事，信不信我弄死你啊？真当老子背后没人是吧？毁我们的画，砸我们的店，还打人！保安队，给我过来！好好给我收拾这群贱人，打完了再送给警察。嗨，一群野蛮人，我可是麻省理工的金融博士，华尔街大佬的投资人。现在知道他了，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博士，我打的就是你这个顾问，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吃软饭的男人。野蛮，你就是野蛮人！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高级人才！我要投诉你们，我要报警，我抓你们，等死吧！我他妈还没抓你呢，你还好意思报警？我告诉你们，只有像林总那种实打实的商业大佬才值得我们尊敬。就你这个穷逼，逛什么奢侈品店呢？去垃圾桶里捡一件衣服穿吧！混蛋势利眼，敢用你的脏手碰我招哥哥，信不信我弄死你？别以为我不打你人，你也是个穷逼，装什么大小姐？我继续打，打完送警察局。没完好了是吧？林烨，你是不是眼瞎了？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妹妹，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被我打死啊！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袖手旁观的话，信不信我真的不让你做哥哥？王经理，你的这保安队战斗力不行吗？我怎么还听见狗在叫啊？林总，你先回避，交给我吧。林薇薇，上一世我处心积虑让你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你不仅不感激，还置我于死地。这一世，我就让你好好尝尝跌落云端、受尽凌辱的滋味。叶老板，听说你想在云顶花园给你的女儿办生日宴，就是没有预定到合适的场地。我刚好不用了，免费转让给你。云顶花园，那不是你给你那个宝贝的妹妹预留的场地吗？你每年啊也不外租，今年啊怎么舍得让给我呀？有钱没眼狼，不值得我林毅如此用心。云顶花园这么好的场地，还是适合更值得的。好
好，那我就感谢林总忍痛割爱了。我林某人啊，最疼爱的就是我这个宝贝女儿，她一直想在云顶花园啊办生日宴，这一次啊得偿所愿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这次的事儿我叶某人记下，等有机会啊一定还林总这个人情。叶老板客气了，贵千金娇俏尊贵，能在云顶花园这样风景优美的地方度过18岁的生日，最好不过了。哎呀，太好了！白秘书啊，赶快把我准备的所有礼物都搬到云顶花园。明天啊，我一定要给我的宝贝女儿一个巨大的惊喜。妈，回来了。来，哎呦，我的好儿媳儿，你还好吧？林毅这个铁石心肠的，对自己的妹妹也下毒手。嫂子，我爸都是被你哥陷害的，我妈为了平息这些事，可是把这些年从林毅家搜刮来的钱全给赔进去了，你可得给我们王家一个交代呀！哼，林毅这个贱种，没想到他为了让我服软，居然真的狠心把我送到警察局里去。他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多关心他、多在乎他一点，简直做梦。对，薇薇啊，你可千万不能服软，要让林毅这无赖知道，我们王家可不是好惹的。薇薇，都怪我这次没准备好就回国，我要早点把握那些期权、股票变现，你也不会因为这区区几千万在林毅那儿受那么大委屈，都是我不好。要不我还是带陆米回国外去。昭哥哥，你说什么呢？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哥哥那个奸诈小人挑的事情。对，林毅这个黑心肝的，他就是故意的，让薇薇下不来台。他就是小肚鸡肠，他不配做薇薇的哥哥，还不如早点把他赶出林家，把薇薇的财产早点拿到手中。不错，我儿子可是海归博士，管理公司可比林毅这个文盲要强。这个主意好啊，嫂子，等你和我哥主持公司后，正好可以给我一个副总当当。林毅那个抠门汉，居然让我当保安队长，这摆明了就是瞧不起我，能把他赶出林家，看我怎么羞辱。哼。虽然他这次很过分，但是我还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的。只要他把所有的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以后啊，我还是愿意给他一口饭吃的。毕竟我们昭哥哥刚回国，还是需要他的人脉的。不过呀，他这一次给大家造成的损失，我一定让他加倍奉还。薇薇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们暂且先放过林毅，不过必须让他滚出林家。然后把他汤臣一品的那套房子让给我们来住，还得让他下跪跟我道歉。我和王叔已经从警察局里出来了，想必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我知道你是因为太害怕失去我这个妹妹了，才搞出这种拙劣的把戏的。这样吧，我还是愿意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继续当我哥哥，只要你答应我3个条件。愿意给我机会？说吧，我倒要看看你想提什么条件。第一，让出 CEO 的位置，让昭哥哥替你打理公司。第二，把你名下所有的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写自愿赠与。第三，明天生日夜，你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和王叔跪下道歉。总之啊，我是你唯一的妹妹，反正你的公司和财产早晚有一天都是我的，还不如现在就拿出来弥补我。这样的话呢，以后你老了，我还能给你口饭吃。要不然啊，我就真在断亲协议上签字，让你变成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我本来以为你只是蠢，现在看来你纯属有病。作为你可亲的哥哥，我劝你早点去北城3院看看脑子，别耽误了汪小珍的质量。林烨，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不就是嫉妒我对昭哥哥比对你好，你自己看看你那尖酸刻薄的样子，你哪一点值得我关心你啊？他王昭不过是我司机和保姆的儿子，哪一点值得我嫉妒？你赶紧在断亲协议上签字，我不想和你这种败狼再扯上一点关系。够了，林烨，别再跟我玩这种不入流的打压把戏，我根本不吃你这套。哥，
我知道你自己心高，昨天在爱马仕呢不好意思给我求饶道歉。不过现在就只有我们2个人了，你就别再装了，免得你装过头了，我就真的在断亲协议上签字，让你永远失去我这个妹妹。赶紧的吧，答应我那3个条件，这样的话呢，我还能继续认你这个哥哥。我一个条件都不会答应你，而且你的生日宴我已经……知道了，不就是让我去生日宴吗？行了，我会赏脸参加的。就这样，挂了。儿媳妇儿，干得漂亮啊！对他这种人就得硬气一点，好让林毅知道，像他这种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小流氓，离开了你这么优秀的妹妹，狗屁都不是。好样的，嫂子！每次看到林毅那副高高在上施舍的样子，我就来气，仗着自己是雇主，拽得跟258万似的，装什么装啊？对，一定要杀下林毅这个无赖的气焰，让他知道，要是还想当微微的哥哥，就得把我们王家捧在手上。微微，他林总那么贪心抠门，能自愿把财产转移给你吗？你放心吧，赵哥哥，他做这些只不过是想让我知道他的重要性，害怕我真的不认他啦。毕竟啊，我是他唯一的妹妹，他其实心里在乎我在乎的要死呢，只是嘴上啊拉不下这张脸，但是啊，他还是会对我百依百顺的。你们就等着看吧，明天的生日宴他是怎么向我求饶的。珠宝大师维克托送顶级粉钻项链1套，祝叶千金步步高升；北城霍家送南宋青花瓷1套，祝叶千金前程似锦；军部司令陆思南送玛莎拉蒂跑车1辆，祝叶千金一骑绝尘。手底下的给我注意点，这里每件礼品都价值1000万，尤其是这套爱德华王冠，可是伊丽莎白女王加冕时戴过的，是当之无愧的无价之宝，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终于布置好了，客人们马上就要进场了，你们跟我去接叶小姐。爸爸，这个酒店好豪华，好气派呀！在这里过生日一定很开心吧？卢米，你要是喜欢，以后你过生日也可以在这里过呀。谢谢薇薇阿姨，谢谢薇薇阿姨。一家人说什么谢谢啊？这个酒店是林毅为了讨好我，给我准备的18件生日礼物，这其中的云顶花园呀，更是一绝呢。每年过生日都会在这给我举办生日宴，别人想抢都抢不到。微微，这酒店这么气派，应该值不少钱吧？儿子，这几年你在国外那是不知道，这个酒店啊，不仅是7星级的酒店，而且地段是市中心的位置。这每年的营业额啊，那是3个亿往上走啊！这林毅为了讨好微微，这么大的酒店，那是说送就送啊！要不是看他心诚，那微微他都不收呢。说的对呀，这次啊，如果林毅不把所有名下资产转到微微的名下，然后再跪下来向我道歉，微微，这个酒店你就别要了，让林毅后悔去吧。没错，到时候林毅给我们全家安排的工作，咱们都不干了，让林毅再也找不到讨好嫂子的机会。儿媳妇儿啊，你听我说，这次林毅要是磨磨唧唧的不把财产转移到你的名下，你就不认他了，让他孤独终老。哼，哪凉快哪带着去。吴妈，你放心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这一次啊，他不仅要把所有的资产转到我的名下，待会儿还要在生日宴上给我们所有人轮流磕头道歉，这样我才能勉强原谅他。走吧，咱们进去。林总，这是您这些年和林薇薇置办的所有财产，我已经全部收回。我还收集了王建民和吴慧香这些年偷取你财产的所有证据，可以随时起诉他们。做得不错，直接起诉。我要让他们一家流落街头，尝尝做乞丐的滋味。儿媳妇儿，这宴会布置的那么豪华，这林毅为了讨好你，可是下了血本啊！我就知道我哥哥不敢忤逆我，上一秒还信誓旦旦的装出一副要跟我断亲的样子，后一秒我提出3个条件，还不是屁颠屁颠的送来一堆礼物要跟我求和啊！
林毅这个臭暴发户啊，就是爱装清高，实际啊骨头软得很。只要一听到微微要跟他断亲，表面上装得云淡风轻，实际上内心怕得要死，又拉不下面子来求和，只能找这一堆奇珍异宝来讨微微的欢心了啊！先打一棒子，再给颗糖。林总这小把戏真挺丰富的。他那些狗东西打我的事儿，我还记着呢。别以为送一些小礼物讨我的欢心，我就会原谅他，简直做梦。这一次啊，他必须把名下所有的资产转移到我这儿，然后一会儿再当众跪下向我道歉，我才能继续让他做我哥哥。哎，行了，不说他了，这些东西你们喜欢什么，随便就拿去好啦。你们喜欢什么，随便就拿去好啦。一会儿啊，你们要是还有什么喜欢的，尽管提出来。不够的话，我让我哥再去买。哟，这真漂亮！哎呀，你说林毅真是嘴硬装清高，要是早这么办不就得了吗？还非得挑那么多的事儿。这个好看，配得上赵哥哥的气质。看在林毅这么懂事的份上啊，咱们勉强可以再给林毅一次当微微大哥的机会。不过他要把自己的公司还有名下的别墅、豪车、古董收藏全部要转在微微的名下才行啊！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我这个唯一的妹妹啊？为了让我认他做哥哥，别说他的钱、他的公司，就是让他为我立马去死，他都得乖乖照做。微微，这都是你哥哥赔罪给你的礼物，你就这么送给我，你哥哥他不会说三道四吧？赵哥哥，你说什么呢？这个东西他能戴在你的身上是他的荣幸，何况我哥哥已经将这些礼物送给我了，我爱给谁给谁，就算把这些礼物砸了扔了，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还用布罩着？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还用布罩着？哇，林毅这吝啬真是下血本了。这宝石这么闪，一定值不少钱吧？不过这皇冠哪来的？我怎么没见过？王叔，你平时不是也爱搞收藏吗？这些东西你认不认识啊？我平时只研究国内的文物，这个东西啊，一看就是国外的。啊，对了，你哥可是麻省理工的博士，他一定懂。儿子，快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是啊，赵哥哥，你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啊？这些东西你肯定认识啊。这个嘛，我怕说出来扫大家的兴。啊，赵哥哥，你尽管说呀，我们都相信你的。大家都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吧？这个就是她加冕时戴的王冠，叫爱德华王冠，由100多颗紫水晶打造，价值5个亿。只是这真品收藏在伦敦塔，这个一看就是赝品。我看它的宝石色泽暗淡，成色也不怎么样，一看就是玻璃做的，仅多值几十块吧。什么？林毅这个骗子，竟然敢用几十块钱的玻璃来敷衍微微，真是胆大包天！既然这个皇冠是假的，那这手镯肯定都是假的。要不是你哥见多识广的话，我们就被林毅这个泼皮无赖都给骗了。我就知道林毅这家伙没安好心。嫂子，你可千万不能再认林毅当大哥了。破烂，都是破烂，我就知道那个乡巴佬没安什么好心。卢米，砸得好，把这些破烂玩意统统给我砸了。林总，这次真是多谢你了。四晚听说要在云顶花园举办生日宴，高兴的不得了。他说要我一定要邀请你来，你可一定要给我这个面子啊！当然，能参加贵千金的生日宴啊，是我的荣幸，我一定来。李总，不好了，酒店经理打电话说，李薇薇带着王家人去了云顶花园。什么？
他们几个人去准备好事，说不定还会破坏叶千金的生日宴。快给我备车！喂，叶总，生日宴已经布置好了，思婉小姐最喜欢的爱德华王冠也已送到了云顶花园。做得不错，你先接思婉小姐过去，我马上就过来。小姐，哇，云顶酒店果然名不虚传。叶老板已经吩咐我们把云顶花园布置好了，还准备了您最喜欢的礼物，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爸爸是最疼我的。走吧，咱们进去，我倒要看看他准备了什么惊喜。林毅这黑心肝的，故意布置了一屋子的破烂，还把这几10块钱的王冠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嗨，这不是故意寒碜薇薇吗？我早就知道林毅这装货不安好心，看来我们必须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能让他清楚的知道惹怒我们叶家的下场。对，就应该好好惩罚惩罚这窝囊废。林毅这种心胸狭隘、诡计多端的贱种，就不该对他心软。你们看看啊，都骑到薇薇头上来了。薇薇，不如我们把这个破烂也给他砸了。对，砸了这破烂，砸了它。好，给他砸了。门闪开！住手！住手！你们干什么？这可是伊丽莎白女王加冕时戴过的王冠，你们凭什么动它？哪来的小贱人啊！竟敢跟我儿媳妇作对！不想被扒光了衣服被扔出去的话，就赶紧给我滚！我们王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这个小贱人来指指点点。识相的话，赶紧滚！我看不识相的人是你们。你们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哎呦，你们两个算老几啊？啊，这酒店是我儿媳妇的，给我砸！有本事从我身上看过去！女巫婆，你给我滚开！别妨碍薇薇阿姨，给我滚！还好我眼疾手快，这可是无价之宝，更是爸爸的心意，不能就这么毁了。你少在这碍眼！这破烂，我今天非砸了不可！住手！这可是叶老板送给我们小姐的成年礼，你敢毁了它，你不要命了！你敢教我做事，信不信我先把你杀了？哼，真当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了，我今天非砸他不可！快点，再开快点！林总，您心里是不是还有林薇薇这个妹妹，赶着去帮她？那个蠢货还不值得我费心，我是怕他冲撞了叶老板。你们这些强盗，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砸了什么东西？这可是伊丽莎白女王戴过的王冠，价值5个亿，就这么被你们毁了！这哪来的乡巴佬啊，这么不识货！这只不过是几10块钱的塑料品，你还以为它是真的？对呀，只不过是赝品罢了。这是价值5个亿的王冠，我爸爸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把你的脑子从后脚跟拿出来用一用吧。我身边这位啊，可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华尔街赫赫有名的投资顾问。我们招哥哥刚才已经鉴定得很清楚了，这个皇冠啊，它就是个塑料瓶，只不过是用塑料和玻璃制成的10几块钱的破烂货，你居然还以为它是真的，还说什么价值5个亿，真是笑死人了！胡说，这怎么可能才几10块钱？
这就是个破烂。我在国外留学多年，我见过的好东西比你吃过的盐都多。一个屁大点的小孩敢质疑我的眼光？你们简直胡说八道！你个乡巴佬，怎么混进来的？这云顶花园可不是你这种小乞丐随便来的地方。就是，哎，你们两个哪来的请柬啊？这服务员也是，什么下三滥的人都给我放进来。大夫，一定找经理投诉。还想问问你们为什么来我的生日宴上闹事？什么？我没听错吧？你的生日宴？你怕不是得了什么妄想症吧？你出去打听打听，有谁不知道这云顶花园是我林薇薇的专属？一个小贱人，为了进来骗吃骗喝，什么理由都编得出来。趁现在我还没有叫保安，赶紧给我滚出去，要不然到时候我叫人把你扒光了丢出去，你信不信？一派胡言！这明明就是我们小姐的生日宴。叶总，不好了，有人欺负我们小姐。在北城，还有人敢动我的女儿，我要把她大卸八块！你们再敢对我们小姐不敬试试！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我再说一遍，这是我林薇薇的生日宴，她算哪根葱敢冒充我？这个场地已经转让给我们小姐了。转让给你们？这可是我林薇薇的专属场地，我怎么不知道啊？还是说你们两个大白天的就开始做梦了？这云顶花园每年18号绝不外租的规矩，北城哪个人不知道？我嫂子已经在这儿连续办了10年的生日宴了，你冒出来就说是你的，真是可笑。哦，薇薇，我明白了，这2个人都是林一哥请来的戏子，在这儿故意胡搅蛮缠，想骗我们。我们要真被骗了，到时候林一哥突然冒出来充当和事佬，你就得感激他。那林一哥之前犯的错，可就一笔勾销了。林毅这种下三滥的货，就爱玩这种不入流的把戏。薇薇啊，你不能再心软啊，跟着断亲。没错，他看下马威这套他用不上了，他就用救世主的这一套。林毅这个人呐，那是一如既往的阴险。你给我听清楚，这云顶花园的场地就是你们林总专让给我们的。废话真多，你回去告诉我哥，要是他还想让我送他妹妹，就赶紧答应我的要求，然后停止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听清楚了吗？你们这些胡搅蛮缠的无赖，小心自掘坟墓！小贱人，敢他妈的诅咒我！老子今天就让你下坟墓！住手！谁敢动我的宝贝女儿？又来一个新戏子！林毅这废物，为了挽留我嫂子，真是煞费苦心，下三滥的把戏，真是屡试不爽啊！对，老子打的就是你的宝贝女儿，刘总，打我呀！你敢打我宝贝儿子！老子跟你拼了！哪来的疯子，在我的地盘闹事儿？薇薇，你没事吧？混蛋！你敢打我，岂有让你在北城混不下去？白秘书，先把小姐带下去治疗，我来处理这群杂种。老子叱咤北城30年，人到中年才得一爱女，为了生个这个宝贝的女儿，我老婆打了整整80针。北城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命，可你们竟敢如此的折辱我的女儿，砸了她的生日宴，还打了她的脸。哼！我今天不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就对不住我老婆打的针，受的苦。来人！
给我把他们围住，狠狠的打！你们要干什么？你当我是吓大的？混蛋！你今天敢对我林微微动手，你知不知道老娘是谁啊？我叶九霄在北辰打人，可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什么？你是叶老板？你就是叶老板？你就是那个小弟无数控制着华国军火的北辰地下天子？不错，正是叶老。我隐退江湖多年，答应老婆，手上再不沾血。可是今天，这些畜生碰到了我叶某人的底线，我不介意为你们再开一次杀戒。来啊，每个人给我砍掉一只手，到护城河里喂鱼。叶老板，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承认确实是打了你的女儿和秘书，可是他们突然闯进我的生日宴，还大声嚷嚷让我们滚出去，他这样做也不地道呀，对不对？他闯进我嫂子的生日宴，还诅咒我们一家人，这谁忍得了啊？就算您是叶老板，也要问清楚前因后果呀。对呀，对呀，你说这是他的生日宴，是吗？是的，这个场地我哥哥都用了10年来给我过生日了，从来都不外借的，的确是我的生日。不外租就是你的了。你的这个蠢老太，怎么就没有想过会有例外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来人，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今天的生日宴的主人是谁！怎么可能啊？这明明是微微的生日宴，这个林毅竟然把云顶花园租给别人，到底想不想当微微的大哥了？竟然让我们出丑！你看清楚了没有？今天生日宴的主人公是谁？回答我！是你这个漂亮小丑，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叶思婉？用你的眼睛看着我，说！是叶思婉，我这宴会的主人公是您的亲戚叶思婉。你们闯进了我女儿的生日宴，砸了我费尽心血为她搜罗的奇珍异宝，还打了她，我一人打你们100个嘴巴，不过分吧？啊！很好，给我杀！等，叶老板，有话好好说呀。我王昭，华尔街很多大佬的咨询顾问啊，麻省理工的金融博士。这样，给我一个面子，放他们，我就我打的就是你这种假洋鬼子，在我这里，你的面子一文不值。我海归，我华侨，我人上人，你那又怎么样？打你就打了，还要问天气吧？你打上瘾了是吧？啊！你有辱斯文！你们这群国内的土包子，你们就是未开始的野蛮人！你说够了没有？干什么？我够，再送你一巴掌！喂！叶老板，给我这把老骨头个面子吧！不给！叶老板，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不退！赔钱，光赔钱总行了吧？
你算一下这里一共损失多少钱，我们赔给你。赔偿是吧？好吧，我他妈的就让你赔。且不说这里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10亿都不止，更重要的是，这些是我跑了好几个国家，托了不知道多少人辛辛苦苦搜罗了好几年才集齐的宝贝。我对我女儿的爱，我对我女儿的这份心，这份义，你们这些贱人能赔偿得起吗？那我们事先也不了解嘛？不了解，一个不了解就想轻轻松松的把这件事情划过去。我看你还不了解我叶九霄的风格吧？来人啊，给我删！他们是怎么侮辱我的女儿的，我就要100倍、1000倍的要回来。双倍，我们赔你双倍总行了吧？我哥哥可是林氏集团的林业，他有的是钱，只要我开口，他肯定会帮我赔偿的。哼，要是林总愿意做你们的说客，我可以看在他的面子上，给你们一个赎罪的机会。他们这群没有脑，还不配让我当说客。哥，你怎么才来呀？你非要看着我被这些人打死了你才满意是不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为了让我服软，居然设下这样的圈套。为了让你感激，设下圈套，难道不是吗？你故意取消我的生日宴，然后把我用了10年的场地让给别人，然后我们就冲撞了叶老板。叶老板要教训我们的时候，你又像个救世主一样出现，然后在这假模假样的替我们求情，我们就感恩戴德，这不就是你的圈套吗？没错，你的阴谋就要落空了。林毅，你这个虚伪道貌岸然的样子，你果然呀，没上过几年学，就是没修养。我代表微微通知你，你没资格当他大哥。你们这几个蠢货加到一起都凑不出一个正常的脑子，这么喜欢狗叫，那就继续，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笨打到几时。哎呀，林毅哥，都是我不好，是我太过优秀，把你选的那些相亲对象都比下去了，破坏了控制微微的联姻。你有什么火，你冲我发呀！不要再设下圈套，来逼微微服软了。哥，你看看人家王昭比你大方多了，你非要逼着我和你介绍那些丑逼结婚，你才高兴是不是？你这不是逼着我和你断亲吗？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赶紧补偿叶老板的损失，然后把这个宴会厅重新给我布置一下，要不然你买的房子我不住了，还有你买给我的包我也不背了，我的生日宴你也别想参加，我看你拿什么在讨好我？林微微，你真的是失智了还是失心疯啊？我有你这么一个脑子有病的妹妹，多看一眼都觉得丢人。哥，你的这些激将法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答应我的请求，要不然我倒数3个数，我就真的要和你断亲了。3、2、1。叶老板，哼，算你有点眼力劲儿，你要是再晚一点，我就真和你断亲了。到时候你哭着跪着求我，都行不通了。林毅呀，林毅，你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软骨头啊！我以为这回你真的要硬气起来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微微大哥的话，就摆正自己的姿态，别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最后啊，收拾烂摊子的人还是你。叶老板，你都看见了，陷害我们全家的人他是林毅，就是因为他在里面挑事儿，所以我们才会砸了你的东西，跟你女儿起了冲突。你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你就跟他提，让他也尝尝自食恶果的下场。林总，我叶某人一直敬佩你一个人能在北城经营这么大的产业，你的商业眼光毋庸置疑。
只是命不好，看到了一个脑子不好使的妹妹。叶老板说的没错，的确是亲情错付。不过现在已经清醒，不会再把白眼狼当家人。我非常肯定林总的人品，虽然这些蠢货触碰到了我的底线，但是如果你想替他们求情，我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他们一马。即使叶老板决定放过他们，我也不会放过他们。所以叶老板，你随意处置，我林毅绝不干涉。哈哈哈，爽快！够了，林毅，你这样下去有完没完了？戏演多了可就没意思了。你赶紧向叶老板道歉。哼，你的不要脸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一个靠哥哥养活的草包，居然这么猖狂，这谁给你的胆量？说白了，没有林总，你狗屁都不是。叶老板，不是这样的呀，我群反咬主人的狗，最瞧不起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竟敢羞辱我们全家，老子跟你拼了！滚开呀，老东西！小老公，你滚！你这个老泼妇，我踹死你！叶先生，有话好说，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忘了，还有你这个小杂种！那我们就说说，你用酒瓶砸我女儿的事儿！放开我儿子！你放开他！林毅哥，你还愣着干什么？你难道想眼睁睁看着我弟弟被掐死吗？都是你挑的事儿，凭什么让我家人受罪？就是啊，哥，没想到你为了拆散我和昭哥哥，居然把王家人逼到这种绝境！我要跟你这种狼心狗肺人断亲，听到没有？你以为我还稀罕你这个白眼狼？断亲协议我已经拿来了，赶紧签字！你只是一个臭暴寡妇，你除了这什么都不是！速速地下！要是失去了我嫂子这个唯一的妹妹，后悔的人是你。那微微聪明能干，有能力。你要是失去这么优秀的妹妹，你的公司、家业那全都会废了，你就孤独终老了。你现在要是肯下跪认错的话，我还勉为其难的替你求求情，让他还认你这个哥哥。我林毅有的是钱，不会回收白眼狼。倒是你，不过是我家曾经的一个保姆，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教我？够了，林毅，你看看你现在这副仗势欺人的样子，你简直就是愧对父母对你教育，连我这个妹妹也跟着你一起丢脸。林薇薇，我还不了解你，你除了会放狠话，你还会干什么？无论我解释过多少次，我不稀罕你这个白眼狼，你总是自欺欺人。别啰嗦了，赶紧签字。长兄如父，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既然作为我的哥哥，你就应该无条件对我付出，哪怕我让你去死，你也应该心甘情愿。可是你呢，却一心只想让我乖乖服从你的命令。你这么做，对得起父母营州前对你的嘱托吗？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资格指责我林毅的人就是你。当初家里穷，我为了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你，主动辍学打工。现在你却在这口口声声的骂我文盲。爸妈去世，我为了让你有好的生活，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了，拼死拼活的打拼，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千金小姐的生活。你看看你现在身上穿的、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花钱买来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我做的不够？你少给我翻这些老黄脸！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赶紧把我这件事情给我摆平了，然后向叶老板道歉，让他赶紧放了我们。你要真想让叶老板放过你们，那就抓紧把断亲协议签了，我还可以勉强给你们求情。今天如果林总要是不帮你们求情的话，我不仅每人要打你们100巴掌，还要把你们丢进护城河里喂鱼。哎，薇薇，快求求你哥，我可是金融博士、华尔街大佬的投资顾问，我以后要飞黄腾达的，我怎么可能死在这儿啊？薇薇啊，你听王叔一句劝，林毅他就剩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他绝对不会真的不管你的。他这么做呀，
无非就是想让你服个软儿。你呀，就向他低个头，认个错，他呀，绝对又会像以前那样对你言听必从的。说的对，儿媳妇儿啊，你赶快跟你哥说句好话，为了这女儿，把他的财产拿到手上，你再好好报复他。嫂子，你快答应啊！100个巴掌的苦，我可受不了。这耻辱，我记下了。对不起，都怪我没准备好就回国，让你跟我受了这么大的。等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赵哥哥，你不要自责了，这只不过是我哥想让我服软的手段罢了，我照做便是。哥，我知道你是想打压我，让我服软。好，我向你道歉。只要你让叶老板放过我们一家，我答应以后多关心一点便是了。等你以后把财产都给我了，我就给你找最好的养老院，并且每个月都去看你一次，2次总行了吧？说够了没有？要许愿去庙里。我灵异不是活菩萨，不认你这种养不熟的狗。哥，你别不识好歹，我都已经这样服软，你还想怎样？你要是再装的话，就真的失去我这个妹妹了。你赶紧把断亲协议书签了，我还可以考虑向叶老板求情，放你们一马。好，这是你逼我的，我签。但是以后你要是后悔了，你跪着哭着求都没有用了，你就等着以后老无所依，死里没人替你收尸吧。我给了你最好的教育，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愚蠢，让你给我养老，我还不如现在就咽气。我林氏名下有北城最好的疗养院和私人医生，哪一个不比你给我养老强？你赶紧签字，多看你一眼，你这个白眼狼，我都恶心。是，你是有钱，有钱可以买来养老院，有钱可以买来私人医生，但是你有钱可以买来亲人在你身边陪伴的幸福感吗？我告诉你，你失去我这个优秀的妹妹，你就会变成一个孤零零的可怜虫。你这是打定主意不跟我求情是吧？好，那我走。叶老板，麻烦你好好照顾我这个优秀的妹妹。顺口的事儿。好，我签总行了吧？好，我签。等我签了这个字，以后你再后悔，我都不会心软了。很好，林薇薇，从今天开始，你我兄妹情分已断，以后你是死是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更重要的是，以后犯了事不要再来找我。何助理，我们走。爷爷，你失心疯了吧？叶老板的事儿还没解决呢，你走什么走啊？我有说过帮你求情，有说过帮你解决吗？叶老板，求情的事我们以后再说，你可以继续教训这几个蠢货了。林总不愧是白手起家的商业天才呀！这一招1石2鸟，玩得好！来呀，给我按下去，狠狠的杀！大坏蛋，我打死你！我女儿摔倒昏迷了，你快救救她！好，这位家长您别着急，我看一下孩子情况。哎，你等等，我要查看你学习资格证，你是国外名校毕业的吗？如果不是，你没资格看我女儿。这位家长，我虽然不是国外毕业，但我也是国内有名。什么事？你们医院有没有国外毕业的？有的话，赶紧让他来。你这种中式教育下的庸医，你没资格看我女儿。没错，赶紧把医院国外的医生叫过来呀！这个医院可是我哥哥开的，你要是再不去的话，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把你开掉？我跟您直说了吧，今天早上发生了连环车祸，医生们都在急诊呢。别说国外的医生了，就连我也只有这一点点时间。要治治，不治滚！好啊你还敢顶嘴？给我等着！林野，你现在给我听好了，立刻马上调一名国外的医生来卢米的病房里。还有啊，把那个叫李豪的医生给我开除掉。
关我什么事？你们赶紧从我林氏的医院滚出去，别脏了我的地。林毅，你也太铁石心肠了吧！林哥，你有什么不满？你冲我来呀！你为什么要害我女儿？要不是你挑事，陆米怎么会为了教训你而受伤？今天这事儿你要负全责。我要是你，现在就让医生赶紧给小孩治疗，别像你一样拖成个蠢货。哎呀，你快叫这个庸医给孩子先治疗吧，然后我们再到别家医院找国外的医生。快点儿！轻点儿！爸爸给你穿鞋。我把这几个人轰出去。林总说了，这几个人全面拉黑，不准再踏入林氏的产业一步。带走。这样，这是你王八蛋，你推我！你等着！嘿，一家子神经病，这就是现世报。王八蛋，你敢推我！你给我等着！狗仗人势的东西！微微，现在怎么办？我哥他肯定舍不得就这么轻易放弃我，这肯定又是他打压我的手段，想让我变得凄惨落魄。然后他又像救世主这样出现，把我给拯救了，让我感恩戴德，就能乖乖服从他的安排了。林毅这个阴险小人，这次做的实在太过分了。微微，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不能轻易原谅。对，让他向我们下跪道歉，再乖乖的交出他所有的财产。不如我们先回家吧，有可能是刚才外面人多，叶老板又在，他不好意思向我们求饶。等我们回到了家里，家里又没有别人，他肯定会跪地向我求饶的。到时候我再挨个让他给你们跪地道歉。好。林总，你真的要把公司卖给红信集团吗？这一旦签了字儿，咱们林氏集团可就易主了。钱是赚不完的，还不如出去走走看看，享受下生活。红信给出的收购条件非常苛刻，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不过你放心，收购后咱们公司的员工结构不变，你们依然可以任职，薪资待遇不变。好，我知道了，林总。明天的记者招待会，你要好好准备，务必招待好红信的少爷。是。哇，这房子好漂亮啊！爸爸，我要住这儿。我跟陆米在国外啊，住的都是市中心的大平层，这买的别墅都闲置了。那这一次就让卢米住个够，而且不止这栋别墅，这小区所有的别墅都是林毅为了讨好我买的，正好让我们的卢米换着住。没错，林毅平常为了讨好微微啊，那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又是买车，又是买房的啊，时不常了还要送一些珠宝首饰、金卡之类的，都把微微要烦死了。微微要不是看他可怜，勉强收下，才给他个好脸。就是，林毅就微微这么唯一的一个亲人，说什么断绝兄妹关系，那肯定是骗人的。就是，嫂子，等会儿林毅要是还玩这些打压你的把戏，你就退出他的公司管理，让他破产。不说了，咱们先进去吧。哎，出去！臭乞丐，给我滚！我的，你的狗眼睛是瞎了是吧？连本小姐都不认识了？你这狗奴才，竟敢挡主子的道，信不信我们家微微把你赶出林家？哼，你一个下人，赶紧给我滚蛋！敢打扰我们一家人休息，看我怎么收拾你！就是，狗奴才，赶紧滚！好，你们给我等着！哼！哎，你们都给我看好了，林微微与狗不得入内。还有你，王建民、吴桂香、王家宝，你们三个都被林总开除了。从今天起，你们所有人跟林家都没有任何关系了。狗奴才，你
你反了天了是吧？我跟我哥现在只不过是在置气，你居然还拿鸡毛当令箭！我告诉你，等我哥回来，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滚？今天就算你们说破天，我也不会让你们进来的。都给我滚！走不走？走走！哥，你可算回来了，赶紧把你那个不知好歹管家给我开了，放我们进去休息。林薇薇，你还哪来的脸来我家？你是失智了还是失忆了？你我已经断了兄妹关系，这是我买的房子，你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人，凭什么来我家？哥，你不要太过分了，演戏演多了可就真的没意思了，赶紧放我们进去休息。什么你家我家的？你的房子以后都是微微的。哼，再说了，我们在这儿工作了这么多年，你想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呀？哼，没那么好的事儿。啊，没错，林毅，薇薇可是你的亲妹妹啊，你怎么这么自私啊？连大门都不让她进！我告诉你，亲人之间的爱可是无私的。果然呐，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是不懂这些。你们都给我闭嘴！我和林薇薇已经断了兄妹关系，和你们几个更是毫无瓜葛。别说今天，从今往后，你们都休想来我林毅家。我代表林总向你们发出警告，再不经过林总同意往进闯，就是私闯民宅，属于刑事犯罪。还轮不到你一个穷逼打工人插嘴。哥，你差不多行了，你要是再这样打压我，我可就真的不认你了，到时候你就落得个晚年凄惨的下场。赶紧的把你那群狗奴才给我教训一顿，然后把我们放进去休息，这样的话我就给你个道歉的机会。薇薇可就是你亲妹妹啊，你的资产一半可都是她的。等她跟我儿子结了婚以后，你的所有的资产可都是我们王家的。啊，对了，包括这个别墅也都是我们的。赶紧让这个狗嘴子给我滚蛋！闭上你的臭嘴，一口一个奴才、下人、狗嘴子。你王建明不过是我林家曾经的一个司机，那你又是什么？你个大坏蛋，赶紧从房子里滚出去！等我爸爸和薇薇阿姨结婚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我不同意你在我的房子里，给我滚！林哥，都怪我，是我破坏了你给薇薇准备的联姻。等你把公司交给我和薇薇，我一定好好打理。我用我的才华弥补你的损失，只要你能和薇薇和好如初。你他妈的，趁早找个医生看看脑子，再敢惦记我的公司，我让你在精神病院住一辈子。你走。你要是再敢打压我，我就真的不认你了。林小姐，你最好识相一点，赶紧走。臭奴才，本小姐的事儿还轮不到你管。我告诉你，我哥现在只不过是在跟我置气，到时候我们和好了，我第一个喊出来就是你。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林薇薇，你就是林家不要的一条狗，还有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都给我滚滚！喂，你个看门狗，很高彩蝶的东西，等我继承了林家家产，我立马弄死人！我呸！阿谀奉承的狗东西啊！以前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拍我的马屁，今天竟然因为林毅的一句话，连门都不让我们进！我呸！一群有奶便是娘的小瘪三，不就是现在我们跟林毅闹翻了吗？哎呦，这个说翻脸就翻脸，比分手还快呢！薇薇，都是我不好，因为我的出现让你和你哥哥出现这么大的误会。你放心，等我归国的期权、债券一到账，我把所有钱都给你，我再也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赵哥哥，你放心吧，即使我们不要林毅那个贱人的财产也没有关系，毕竟啊，我现在还是林氏集团的财务总监，很多人还求着要跟我合作呢。到时候我哥看我这么优秀，肯定会乖乖的求着我回去的。嫂子，我看林毅这次好像是来真的，他不会真的不认你了吧？给我联系北城所有知名记者，明天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林氏集团新主人。没想到我哥为了让我感激他，居然把先抑后扬做到如此地步。薇薇，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啊，我哥这2天对我的打压羞辱只不过是欲擒故纵，他呀想在明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给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什么？你说他是故意的？没错，
这次生日他也没有送我生日礼物，这2天呢又通过重重的打压把我赶出家门，就是想在明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把林氏集团交给我。这样一来呀，我就会因为收到巨大的惊喜而高兴，对他感恩戴德，原谅之前他拆散我们的错误。哦，听你这么一说，嫂子好像真的是这样。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了，他总不可能把公司交给别人吧？肯定是要交给你呀。那是自然，我就说嘛，我哥从小对我百依百顺，怎么可能舍得轻易放弃我这个妹妹啊？原来是在给我最后的考验的，先是公司，后是家产。原来我哥是想把这些东西一起全部转移给我。林毅他果然是好手段的啊！他自知自己能力不足，想把公司交给你，就玩了这一手欲擒故纵，顺理成章的把公司交到你的手上，而又让你对他感恩戴德。好他个林毅呀，这一石二鸟玩的可真溜啊！原来如此，幸亏咱们今天意外听到了，否则的话真着了他的道了。微微，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计。怎么个将计就计法呀？明天我们都去参加新闻发布会，等他把公司交给你，你就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揭露他的所作所行，让他颜面扫地，在北城彻底抬不起头。好办法呀！我的儿子不愧是海外的海归，这脑袋瓜子就是比我们聪明。我们明天就让林毅这个贱种当着所有媒体的面给我们下跪道歉。对，让他给我们一人都磕一个头，让北城的人都知道，他林毅啊，就是我们王家的一条铁狗。你放心吧，王叔，反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底牌，到时候我无论提出什么条件，他都只能一口答应。等林毅把所有资产都转移给我们之后，我们就把他扫地出门。有我哥和嫂子经营公司，肯定比林毅那个文盲强。哎呀，那我可得通知我们王家所有的亲戚都来围观，到时候让他们看看我们王家真的翻身了。好，咱们一家人都累了一天了，赶紧找个酒店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明天再好好收拾我哥那个废物。林毅这小子把新闻发布会布置的挺气派的啊，算他有点诚意。那当然了，一会儿你们都等着看吧，看我哥是怎么痛哭流涕求着我原谅他的。哎，这花束怎么用的是白玫瑰啊？微微，你不是对玫瑰过敏吗？林毅哥不会是故意拿着花来警告你，意思就是即使你当上了林氏集团的总裁，也要服从他的安排。什么警告？我看他就是纯恶心我。这些天对我这么多打压羞辱还不够，你们还要这么来一脚，我真的不能再容忍他了。我现在就要让他知道，不是我想接手这个公司，而是要让他求着我。来吧，把这个新闻发布会给我砸了！对，给他砸了，让他好知道我们王家人不是好惹的。对，现在就砸！微微，你稍稍忍耐一下，等把你哥的公司拿到手，你再砸也不迟。忍耐？只有林毅这窝囊废才会选择忍耐。我林微微这么优秀，我这字典里就没有忍耐个词。给我砸！好，砸！好，砸！住手！因为林总这些人将林氏经营的风生水起，我们家公司卖给执行那是运气。待一会儿一定要好好的给些。舅舅，你放心，我一定会圆满完成这次的收购项目，保证不会给你丢脸。好，长大了啊，办事儿就得放心。金月，你先进去，我接电话。好。你们都在干什么？何助理，你来的正好，赶紧把这个会场的花换成我最喜欢的百合，
哦，对了，还有那个桌布，给我换成天蚕丝的，整个会场都要重新布置一下，快点儿！林小姐，我没有收到任何任命信息。今天的新总裁也不是你，你砸坏了会场，毁这场发布会，就等着林总问责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帮着我哥打压我？这新总裁不是我，难不成是你啊？这个总裁是我。这还要不要把公司交给嫂子了？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总裁？喂喂，他又是谁呀？啊，该不会是我们猜错了吧？你哥不会根本就没想把公司交给你吧？哎，不可能，咱们可是亲耳听到林毅说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总裁。林毅他只有微微一个亲人，不是他还能是谁？哦，微微，我知道，一定是这段时间你和林毅哥矛盾太深，一气之下就要把你的公司假装交给别人，好借此逼你服软。好你个林烨，没完了是吧？林总确实已经决定要把公司交给我了。好你个小贱人，竟敢抢我的公司！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王叔吴妈，赶紧把这个小贱人给我压起来！好嘞，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干什么？我让你帮我哥打压我，让你帮我哥打压我，让你帮我哥打压我！贱人！叶总，不好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出事了！我让你帮我哥打！又是林薇薇这个蠢货！看来真是嫌命长了是吧？之前放过他们，不仅不老实，居然还敢来破坏我外甥女的收购案，真当我叶九霄是做慈善？来人，跟我进去教训那几个杂种！不好了，林总，我好不容易跑出来跟你报信，林薇薇又去新闻发布会闹去了。什么？这几个蠢货居然敢去破坏红星的收购，看我怎么收拾他！你去把之前收集到关于林薇薇和王家几个人侵吞我财产的证据交给警察，我去现场看看。是。就你也敢跟我抢林氏总裁的位置？现在看到了吧？这就是你和我作对的下场！这么对我，等会儿我舅舅来了，我要让你们10倍、100倍的还回来！哟，还舅舅呢？这里可是林氏集团我哥哥的地盘，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跪下！微微，跟他废什么话？赶紧让他滚，别耽误一会儿的发布会。也是，不过就让他这么滚了，也太便宜他了吧？哎，或者这样吧，把他的衣服脱光，再让他爬着出去。王家宝，你来脱。我干什么？别过来！别过来！谁敢欺负我外甥女儿？谁敢欺负我外甥女儿？叶老板，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他打我媳妇儿！你没事打我干嘛？叶九霄，就算你是北城黑道天子，也不能上来就打人吧？打你就打你了，还需要原因吗？何况你这个贱货，居然敢打我叶九霄的外甥女！我看你是真的嫌命太长了。前几天我放了你们几人一马，简直就是我叶九霄这辈子做的最蠢的事儿。现在就要修正错误，送你们归西。来人，给我打！住手！叶老板，我不知道她是您的外甥女儿，
谁叫他突然闯进我们林氏集团的会场，而且赶又赶不走，所以我才教训他的嘛。哎，就是，我们啊不是故意打他的，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今天是林毅要把公司交给微微的大日子，我女朋友就要成为叶氏集团新总裁了。结果您外甥女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她是新总裁，这换谁不生气？你可不能因为您是叶老板就不问前因后果打人吧？误会？你们这几个蠢材误会可真多呀！谁告诉你们林总要把公司交给林薇薇的？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林氏集团的新总裁是谁？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可是我哥唯一的亲妹，他怎么可能会把公司交给其他人？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林总辛苦培养你多年，你记住了他一点好吗？你就像个吸血鬼一样，带着这帮蠢货污蔑你，当然不配接手林总的公司。总之，林氏集团已经被我红星收购了，我都说明白了吗？现在就算一算你们这几个杂种欺负我女儿和我外甥女的账。不可能！我要见我哥，让他滚出来！这一定是他打压我的手段罢了，他一定还会把公司交给我的。我林毅才不会把公司交给好莱坞和你怀眼了。哼，林毅，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赶紧向叶老板解释清楚，承认这一切都是你打压我的手段，然后再平息一下叶老板的怒火，再把公司交给我。林毅，这次你可真的玩过火啊！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让叶老板误会我们王家。叶老板，你看到了吧？都是林毅他搞的鬼。你要是有什么怨气，你抽他仨，让他自己收拾烂摊子去。林毅哥，你就算想刺激薇薇，也不能假装把公司交给别人呀，还把叶老板一家卷进来，造成多大误会！你赶快给叶老板道歉，我替你安慰薇薇，让她接手你的公司。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要是再晚1分钟，你将永远失去我这个优秀的妹妹。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吸血鬼，凭什么觉得我会把公司交给你？我已经把公司卖给了红星科技，你们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林氏新闻发布会！我不同意，林毅，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妹妹，你所有的资产都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把属于我的公司卖给他们呀？就是，林毅，赶快把公司要回来，再给薇薇道歉。好，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叶老板，借你的人有。林总，随便用，给我把这帮蠢货打一顿，再扔出去！哎，别！我是麻省理工的金融硕士，我是华尔街鼎鼎有名的投资顾问，你们不能打我。现在知道怕了啊？我背后可多的是大佬替我站台，我随便拎出来一个，就能碾死你们这帮国内的蝼蚁。没错，我们朝哥哥可是金融博士，投资甚熟。我林薇薇呢，也是林氏集团的财务总监，北辰人尽皆知的商业新贵。你们今天要是得罪了我们，就是得罪了未来的商业大佬。林毅，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告诉你，我林薇薇也不是人嘛。我今天啊，不仅可以靠自己打赢这件事情，我还可以分分钟赚几个亿。你就等着痛哭流涕请吃我的饮料吧。王总，你之前不是求着要跟我合作吗？现在我可以答应，只要你帮我摆平叶老板的事情，我就答应你的请求。还有啊，不仅如此，赵哥哥这位点石成金的商业天才，也可以考虑做你们的投资顾问。没错，我以前只服务福布斯财富榜前10名的富豪。不过今天看在薇薇的面子，我可以稍微给你们做一下投资顾问。
只要你摆平今天的事，再给我3个亿做咨询费就行。是呀，周哥哥可是100年难得一遇的投资天才，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你还不赶紧答应下来？林野，你看到了吧？失去我是你的损失，不是我的。3个亿，哎，对，咨询费啊是少了些，不过你要是诚心的话，可以自行加价。你错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仅不会出这3个亿，甚至连3毛钱都不会出。毕竟你们2个骗子的德行，一文不值。你说什么呢？当初可是你求着要跟我合作的，现在我们给你机会了，你又不把握，还敢说我是骗子，真是愚蠢！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已经错过好几个亿了？哎，喂，你以为你是谁？离开林总这个哥哥，你屁都不是。当初要不是看在林总的面子上，我才给你机会。可现在你失去了林总，你就是个垃圾。我不跟垃圾合作。你骂我是骗子就算了，你凭什么骂赵哥哥呀？就是，你知不知道多少华尔街大佬求着咨询，我都不屑一顾。要不是看在微微的面，我才不给你们做投资顾问呢。你不但不敢，还出言伤害我。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就凭你，不过是一个到处混吃混喝的软饭男。哎，你的麻省理工博士头衔，只不过是网上9块9办的假证，还有什么华尔街大佬的投资顾问，那些都是你自己胡说八道的。至于硅谷的期权嘛，你个声名狼藉的诈骗犯，哪个公司敢分你的期权？简直是说谎不打草稿。还有，你这次回国，是因为你到处行骗，被人家给通缉了。他说的是真的吗？喂，你听我解释。可是你哥他收买了他，来诬陷我。林毅哥，我知道你就是想拆散我，用他联姻换彩礼，可你不能诬陷我呀！知不知道诽谤是要坐牢的？好你个林毅，亏我还叫你一声哥哥，你现在不仅要毁了我，还要毁了赵哥哥吗？我见过蠢的，没见过你这么蠢。你爱信不信，信了最好。你少在这挑拨离间的，王炸，你这个骗子，我总算找到你了！王炸，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骗我的人，骗我的感情，骗过了所有的积蓄还不够，你居然隐藏你的病史，害我染了一身脏病，我杀了你！把我的积蓄还给我，再跟我到检察局。不是我，你信错人了。你这个狗东西，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你毁了我一辈子，我打死你！微秋，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真的有那种微病？微，你要相信我。不信你，你到处陪富婆，这些照片就是你医院看病的证据。医生就告诉我了，这就是你就是这个传染病的根源，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居然得了那种病，真是脏死了！哎，那李薇薇岂不是？王章这死骗子，你不仅骗我的钱，你明知道自己有那种病，你还跟我杀了你！微微，冷静！哎，微微，小贱人，你敢打我儿子，我老娘打死你！你老子不准你打我爸爸！都给我住手！我可没空看你们这些人狗咬狗，给我把这些人打一顿，扔出去喂狗！住手！王建民、吴桂香、王家宝、林薇薇是谁？尽快
是我们一家啊！你快救救我们吧！我们这一家人快被这帮黑社会给打死了！我们接到报案，你们几人持续多年私自侵吞林先生的财产，数额巨大。经查证，情况属实，等着坐牢吧。带走。哥，你救救我！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妹妹，我不能坐牢呀，哥！林薇薇，前世你找人害死我时，可曾想过今天？这次我也要让你尝尝被见死不救的滋味。我两兄妹情分已断，以后你是生是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哥，你不能这么对我，哥！放手！别跑，给我到警察局！你这个老妖婆，我要打死你！陆梅，醒醒！陆梅，你别吓爸爸！爸爸带着去医院。住开！别跑！叶老板，公司已经卖给红星了，后面的事我已经全权交给何助理来打理，你们联系他就好。林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开始真正的人生。人生其实有无数次新生的机会，也许是充满奇幻色彩的人生，也许就是现在。